沈桃在凳子上面无表情地呆坐了半个时辰，这半个时辰足够他从崩溃到平静，然后绑定了医疗系统，并融合原神记忆。沈桃在现代是个医生，手术刀玩的贼溜。他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外出采购时出了车祸，一命呜呼。这侥幸魂穿，沈桃以为自己捡了条命，没想到她穿进土匪窝，成了土匪头子的独女，天生神力。说是土匪，其实就是一群走投无路的灾民，携家带口流落异乡，落草为寇。他们满打满算才当匪半年，并给他们临时搭建的树间茅草屋取了个威风凛凛的名字——黑风寨。桃儿，你清醒点，我知道你难过，可你不能心死呀！你哭出来，哭出来呀！你爹的后事还要操办，你打起精神来。老六叔，你可真是个老六，你再摇下去，用不到秋后问斩，脑瓜子就得摇掉下来。再说，老六叔是怎么从我古井无波的眼眸中看出心死的？我他喵是害怕好吗？老沈大哥，大当家，你们就这么走了，我们黑风寨可怎么办呢？哼，鼻涕演得好。当务之急，他必须成为这些人的头头，并给他们彻底洗脑，让他们都按自己的思路走，这才能保下小命。这群人要是被官府抓住，铁定会供出他，到时他就成了逃犯了，日子更艰难。爹呀，你怎么死得这么早啊？你留下我一个人可怎么办啊？我从小就没了娘，是你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喂大的呀！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喂大，他侄女过得苦啊。哎，桃啊，节哀吧，这么哭可要哭坏身子了。咱们来到这黑风寨以后，处处都是大当家在做主，现在他走了，后事还没操办，咱们得赶紧选个人出来接替他。桃儿虽然是个女娃子，但她力气很大，能识些字儿，由她来接任大当家，怎么样？她一个小丫头片子，今年17了，眼看要议亲，她当大当家啊？难道她嫁人以后把咱们都变成那富家的下人，供她差遣啊？鲁叔此言差矣，谁说女儿家就一定要嫁人的？今天这个大当家我当定了，不服咱们就碰一碰。哼，就这还碰一碰？鲁琪，你今天就当个踏脚板，帮我坐稳黑风寨大当家这位吧。大侄女，你先动手吧，我要是先来啊，弄伤了你的花拳绣腿，我怕你爹气不过，晚上来找我报仇啊。哦，还有这种好事儿？他正愁鲁琪打过来抵挡不住怎么办呢？桃儿，你轻点儿，点到为止，可别把你鲁叔给打坏了。桃儿是个姑娘家，就算力气大点，但能大到哪里去啊？你有功夫关心鲁琪，你还不如劝劝桃儿，让他赶紧认输。鲁琪的拳头也硬着呢。鲁叔，我可打了。哼，打就打，我还怕了你不成啊？你放马过来，就看我挡不挡得住。我就说吧，桃儿力气大得很，你们还不听，现在看见了吧？那啥，鲁叔，我也不是故意伤你。怎么样，你还能打吗？要是能，该轮到你打我啦。还打？你是一拳没送走我，还想再给我一拳吗？陆琪认输，愿尊沈桃为黑风寨大当家。拜见大当家，拜见大当家。黑风寨，黑风寨，扫平这一带，我最凶，我最坏，刀头舔血，富起来。这口号是他爹想出来的？他爹有学问，但真的不懂啥玩意儿刀头舔血富起来，这是把当坏人写在自己人生信条里了啊！感觉离砍头又近了一步呢。咱们黑风寨是谁在管银子？大当家，是我。老六叔，你先拿点银子出来，
让兄弟们去山下买口棺材，其他人布置个灵堂出来。陆叔，刚才伤了你都有得罪，你跟着他们采买的人一起下山，找个医馆看看自己的手。谢谢大当家。啊，对了，陆叔，咱们黑风寨50多口人，也没个大夫，这天眼看着就冷了，难免有头疼脑热。麻烦你下山后走趟书店，买2本医书回来，我钻研钻研。老六叔，咱们昨天拿了200两回来，现在还剩多少啊？这他喵叫账本儿，小学生的连环画都比这个强吧？这是啥呀？这是肉票呀，昨天抓的周记商铺的小儿子。商铺小儿子后面画了一堆银锭子，数一数有20个，看来是得到的200两赎金。下面那个勉强称之为鸡的墨团应该就是昨天买的烧鸡，这头猪就是昨天买的肉，坛子就是酒水。沈涛从上看到下，然后看到了15个银锭子的墨团，伴随几个铜板，看来是昨天才买完剩下的钱。一顿饭就造了50两，啥家庭啊敢这么造？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天没酒再颠，对呗？你爹和我们说过，只要我们认真绑票，到处抢劫，赚钱的日子还在后面呢。涛儿，大当家，你说说吧，你爹下葬以后，咱们绑谁呀？咱们的人最近在县城都摸清了，像周家这样的富户，没有100也有50呢。要不我们挨个绑一遍？要不了多久，我们黑风寨就是当地一恶霸，谁都不敢欺负了。谢谢你啊，老六叔，感觉离掉脑袋又近了一步呢。老六叔，把你的纸笔拿来，我要写个东西。咱们是不是要把本地富商都写下来啊？我心里门清。大当家，我口头说，你写，咱们绑一个，划掉一个。这是尝到绑票的甜头了呀！3句话不离绑票。老六叔，你是不送走我不甘心啊。行，老六叔，你说我写欠条。今日我等为生计所迫才出此下策，从周家借的200两，3个月内必当归还。有欠条了，官府总不能说是抢劫了吧？桃儿，不对劲儿啊！我刚才念了这么多名字，你怎么就写下这么几个呀？这2个字呢，写的是姓氏。你刚才说的太快，我写不全，索性就把姓氏写了下来，这样别人也不知道咱们写的是啥。要真把人名都写下来，要是流出去，这不就成了咱们绑票的罪证了吗？对，还是桃儿大当家你想的周全，要不你是大当家呢？你有这个头脑，肯定能带黑风寨成为最大的恶霸。傍晚，系统无人应答。靠！小说都是骗人的，别人的系统没完没了的说话，到他这里系统就变成了哑巴。莫非是他打开的方式不对？老沈同志，勿怪啊，我实验一下，没有对你不尊敬的意思啊。算了，老沈，我在现代已经28了，我看你样貌也才40出头，叫你爹怪别扭的。你说我咋这么惨？明天早上我就把欠条给人家送去，还要带领你这一群人发家致富，我压力大得很啊！大当家，你快去歇歇吧，白天有这些兄弟们就够了，你再继续熬下去吃不消，这要是病倒了，留下我们这么多人可怎么办呢？就听老六说的吧。大当家，昨天晚上辛苦了，洗把脸吧，刘婶子正在烧饭，吃过了饭你再歇下吧。陆婶，谢谢你啊。鲁叔他怎么样啊？手没事吧？昨天的事儿你们2口子不用放在心上，最近交代鲁叔好好休息，等恢复了我还要劳烦他帮着管理手底下的人呢，有鲁叔在我放心。陆婶，你快出去忙活吧，我自己洗脸。那我出去了。大当家，您吃早饭。刘婶，麻烦你让老六叔吃过饭以后过来一趟，我有事情要交代。大当家，你叫我。老六叔，你找个妥善的人把这张欠条送到周家去。大当家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这不是你昨天写姓氏的那张纸吗？为什么要送给周家？那周家门户也不是特别高，200两对他们来说也不是小数目，万一他们告到官府去，咱们不就危险了吗？哎呀，你爹早就想过这事儿了，我们是在县城里找了个破房子落脚的，没暴露咱们黑风寨，就算是报官，那官府也不知道去哪儿抓人。老沈同志反侦查意识挺强啊。那也不行，小心驶得万年船，要是真被官府抓了，咱们这么多女眷可怎么办啊？你找人把这个送到周家，全当是恐吓，让他们知道咱们的人时时刻刻盯着他们，要是他们敢报官，
分分钟血洗他们家。老六叔兴奋的血液直往脑门冲，这事儿他可太愿意干了。威胁好啊，黑风寨名号就打响了，肯定有很多能人志士来投靠黑风寨。等他们壮大了，连官府都害怕。大当家，你等好吧，这件事儿我保证给你办妥当。哎，你可不能亲自露面啊，找个乞丐啥的帮忙送一下。好，听到了。人家穿越最多当个后娘，带2个包子，他倒好，领50来号人。哼，别说发家致富了，让人填饱肚子都难。周家，去，要饭去别的地方，这儿没有。有人让我把这个送到你们家，嘿嘿，已经给你送去了。你答应我的铜板呢？下次有这事儿，你还找我，我保证给你办稳妥了。哟呵，小小年纪挺凶啊，绝对是个当土匪的好苗子。小孩啊，我看你骨骼清奇，有没有兴趣跟着我搞买卖啊？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。老头，你当我傻呀？你自己穿的破破烂烂的，还骗我能吃香的喝辣的？你是想骗我和你一起喝西北风吧？嘿嘿，老头子，你要是还有这样的买卖，可以找我。到东边废弃的破庙找麻豆，就有人帮你传话了。周家这边，夫人，有人给咱们送东西来，里面还有一张字条。大呼小叫的干什么？一点规矩都没有。夫人，刚才有个小乞丐受人指使，送来一篮果子，果子下面还压着一张字条。放桌上。这字儿写的可真丑啊！哎呀，文墨，你身子骨不好，躺着便是。刚刚有人送了这张字条过来，文墨，你觉得这事儿要怎么办？母亲不用紧张，我觉得父亲事务繁忙，这点小事还是不要劳烦他了。这张欠条就留在我这里吧。那好，文墨，你歇着吧，母亲还有事要处理。这张欠条的字看似写得很丑，实际却有自己的笔锋，可见有多年习字经验。这人是怎么做到写了这么多年还这么丑的？有趣，真有趣啊！那绑匪虽然做得隐秘，可他还是偷瞄到了其中2人的长相，并牢记于心。要是报官，抓他们不是难事儿。他本来已经打算这么做了，可没想到这些人竟然不按套路出牌，前脚凶神恶煞地绑了他，间隔1天却送了张欠条过来。他倒是想看看这些人到底想怎么还他这个钱。要是还不上，写欠条的人呢，你可就别怪我了哦。3天后，老沈下葬了。唉，终于不用夜夜守灵了，再熬几天就把他熬死了，变成货真价实的白骨精。大当家，咱们不去县城，在这路上等什么呢？走到一家医馆门口，从车厢里搀出一个男子。那男子也就18、19岁的光景，瘦骨嶙峋，皮肤很白，肚子高高挺起，好像怀孕了好几个月似的。沈桃脑海中发出了叮的一声响，系统检测到需要手术的目标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宿主是否选择救治 ？A. 冷眼旁观不救治，不随意插手别人的事是美德，系统不强求。B. 救治，救人性命是善举，宿主可增加3点好运值，以及可反复培育的高产种子做奖励。好运值姑且不提呀，他一个堂堂龙国人，种植是刻在 DNA 里的事儿，有高产种子，他真是求之不得。沈桃立刻选择了 B。系统画面一花，随后出现了一张 CT 照片，连那个男人的身都没进，就有 CT 照片，就离谱。头儿这是咋的了？这张脸刚才很猥琐的笑，这会儿忽然又凝重，这表情怎么有点熟悉呢？哦，想起来了，在这当街上，头儿想拉屎，而且还打算站着拉，要不要提醒他一下这个背人的地方？我看破了他这么大的秘密，他会不会恼羞成怒的动手啊？那男的她怀孕了。他确定自己没看错，这个男人的腹中有一团巨型肿块，肿块中有脊椎，隐隐还能看到4肢。从科学的角度讲，这叫寄生胎。体内有寄生胎的宿主，很小的时候就会有症状，通过手术取出就可。但这是在古代，很可能是当成疑难杂症来治的。唉，
看来那男人啊，从小就没少受苦啊。桃儿啊，人有3急，要不你就去吧。老六叔不笑话你，站着方面这种高难度的动作，你就别挑战了吧。你个庸医，看不出我家少爷有什么病就算了，可你一个堂堂医者，是怎么说出让人家等死这样的话的？你还嫌喷人？老夫怎么会说出让人等死的话来呀？哎，大家都过来啊！这回春堂的老大夫，他一点医德都没有。我家少爷从小抱恙，现下腹部肿胀上不来气，想让这个大夫给开些药缓解一下，结果他竟然让我家少爷回去等死。你们评评理啊，有这样的大夫吗？就算是人真的不行了，也不能说出让人家回家等死的话呀，这真是挺过分的。啊，我娘总是在回春堂看病，这个老大夫人挺好的呀，说不出这么残忍的话吧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切，能有什么误会啊？店大欺客呗。你还学喷人？你们主仆刚才进门让我师傅给号脉，我师傅给你家主子号脉后，发现他体质非常虚弱，于是劝说他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。我家师傅的本意是让他多进补，对身体好。大家伙都听听，对一个重病之人说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，这意思不就是没治了，让人吃点好的不枉此生吗？你还敢说他不是让我家少爷等死？元宝，不好了，有人昏倒了！来几个人，快把他抬进屋来。小公子，你身上有疾，不宜在外多留。老朽羞愧呀，对你这个病束手无策，只能开几副温补的药给你。回去按时吃，病痛虽然无法完全消解，但短期内可保性命无忧。刚才是我的小厮口无遮拦，坏了您的名声，我在此替他赔礼。多谢您老人家不计前嫌，救我一命。玄宝，快给老人家赔礼道歉。沈桃则趁机打开系统界面查看着，系统里有3个手术室，1级手术室已经开启，2级和3级现在还是灰色的。1级手术室界面下方呢，还有一行小字：患者和医生可同时进入1级手术室，时间不限，但在手术室期间，人会在原本的世界中暂时消失，请宿主做好保密工作。桃儿，你不是下山逛的吗？咱们跟着这辆马车干啥呀？马车上那人衣着华贵，身边有小厮，可见身家丰厚。他本人生病了，体质很虚弱，多好的一个大肉票啊！咱把他绑回黑风寨。我靠，桃儿好勇啊！沈桃一脚就把马夫踹下了车，小厮感觉眼里进了蚊香，然后昏了。老六叔，趁着没人，赶紧走。这位公子，你不要害怕呀，我是一个大夫，你的病我能治，只是治疗的方法有些离经叛道，所以需要掩人耳目啊。对了，我那个同伴他脑子有问题，一会儿不管他说出什么，或者我说话附和他，你都当成笑话听听就得了。他是病了，但不是傻了。这个女子看起来也就16、17的模样，她会看病？骗鬼啊！还他的同伴脑子有病，他看起来也病得不轻啊。但冯明没办法，他大腹便便根本不利于行，只能人家说什么他做什么。上次绑周家那小子是有2个兄弟就不听话，让人看见脸了，你爹都生气了。刚才你没遮脸，让人家看了个正着，怎么办呢？没事，大不了把他眼珠子挖了。哼，黑风寨玩的就是心跳，玩的就是凶狠。刚才那个白了吧唧的姑娘说的好像没错，这人脑子真的有点不太好使的样子。这是去哪儿啊？去上次那间空屋子。哎，不用，直接回去。懂了，不就是要挖肉票的眼睛吗？那把它放哪儿都没关系了。虽然觉得有点刺激，但隐隐还是觉得大当家有点血腥啊，有点害怕了，怎么搞啊？哎，算了，老当家曾经说过，手上不沾血的土匪不是好土匪。你们剩下的人把马车给我抬上山。抬着马车上山，古往今来头一遭，可谁让咱没有路呢？大当家，把这小子关哪儿去？抬到我房间去。大当家怎么说也是个妙龄少女，和一个男人同处一室，怕是不妥吧？怎么，你们瞧不起我的战斗力啊？就这样大着肚子的老爷们儿，我一个人能打30个，就把他抬到我房间去。今天晚上我就要折磨他，
逼问他的身价。众人恍然大悟，这个安排很合理。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？大当家说的话你们没听到啊？都给我气着点儿！我们黑风寨的人要凶狠，要残忍。老铁，我最近压力有点大，老沈同志到底每天是给他们怎么洗脑的呀？再这样一天到晚胡编乱造，他都感觉自己快要精神错乱了。这要是不给黑风寨的人安排点事儿，他们晚上少不了找借口敲我的房门，手术做起来肯定不顺畅。你们都给我听着，我们黑风寨从现在开始要形成规模，要是轻易水的文盲，说出去都让人笑话。我今天晚上教你们一个字，你们必须学会，否则罚你们明天和我对打。你们笑什么笑啊？你们也得学，把手里活放下，给我过来。这个是黑风寨的黑，今天晚上你们必须把这个字给我学会。明早我要考，听清楚了没有？听清楚了。好了，我要进去折磨那个肉票了。谁要是敢偷听偷看，小心我卷舌他。不敢。黑字竟然这么复杂，早知道寨子就不叫黑风寨了，多难写呀！叫一寨不香吗？你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过来呀！习字的众人瑟瑟发抖，真残暴啊！然后大脑缺氧，嘎一下昏过去了。哼，晕了正好，省事儿。足足6个时辰才完成缝合。大当家的，吃饭了。我没睡好，还要休息一会儿，别让别人打扰。大当家说了，他要睡一会儿，你们别弄出声音啊！大当家要睡觉，你们别弄出声音来。大当家说不许弄出声音，否则抓进去折磨。大当家说了，谁敢大声呼吸，捏死他！一段话就被传得面目全非。这要是再多些人，指不定就要传沈桃吃肉票了。脑海里发出叮的一声响，患者苏醒，手术判定成功，系统奖励即将发放，请宿主接收。手术奖励，好运值增加3点，普通人好运值维持在5点左右，宿主原始好运值3点，增加3点，共计6点，比普通人要幸运一些，也只是一些。高产种子5种，玉米种3粒，水稻种3粒，小麦种3粒，土豆3颗，红薯3颗。种子已放入系统自带空间，可随时取用。系统空间只能存放粮食，不用做其他尝试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我一点力气都没有，肚子还这么疼？小子，你就庆幸遇到的是我吧。昨天晚上我已经给你做了手术，把你肚子里的病灶取了出来。你肚皮现在虽然有点疼，等彻底愈合后，和普通人没两样。风鸣傻了，每个字儿他都听懂了，连在一起他怎么就不明白意思了呢？手术啥意思啊？把肚子里的病灶取出来，莫非他把我的肚子划开了？人被剖开肚子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古人就是有意思，一个开腹手术都能把他们吓坏。他肚子平了，他肚子终于平了。难道这女的说的是真的？她真的把自己肚子给剖开了？完了，她要死了。等死？我经手的手术你还想死？你对得起我昨晚奋战一整夜的艰辛吗？你就不想知道你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吗？我得的是啥病？你怀孕了。你胡说！古往今来只有女子孕育生命，哪有男子孕育生命之说？简直是无稽之谈，荒谬至极。那个就是从你腹部取出的胎儿，你要是不信，等你好了以后自己看。当然不是你怀的，当年你的母亲怀了双胎，一个是你，一个是那团肉。你发育的比较好，就把另外一个胎儿吸收了。随着你长大，这个胎儿也在你的身体里持续长大，压迫到你的内脏，导致你吃不下、睡不着、呼吸费力。你感觉一下，这东西取出来以后，你是不是舒服多了？算了，想不通就不想了。反正这女人说的对，她现在虽然腹部有痛感，但这种痛在她的承受范围之内，并且她是真的呼吸顺畅了很多，并且感觉到了肚子饿，这是她长这么大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舒适。这么说，我真的不会死啊？死不了，不过肚子上的伤口得养一阵子。
你暂时留在这里休养，你家那边还需要你写个纸条通知一声，以免他们把我们当成匪徒再报官。费了9牛2虎之力，终于写成了一封家书。大抵意思是他遇到了神医，神医脾气怪癖，除了患者以外不许旁人跟着，这才没带小厮和马夫。他现在很好，不日就归家，希望家人不要惦记云云。大当家，什么事儿啊？喏，你亲自下山走一趟，送到城东冯家，小心点儿，别被人抓到，顺带买袋米回来。虽然他不在意吃的是什么，可他在意营养。再吃野菜糊糊，他眼珠子分分钟绿给你看。老六叔心里美得很啊，只要不考他字儿，让他干啥都行。更何况这送的必定是勒索信，这事儿他最在行。就看到冯明满脸通红，伸手摸了一下他的额头，这不烫啊？那他脸红个屁呀！他的娘的想尿尿，都快憋炸了。可这屋里就俩人，这让他怎么说呀？他不要脸的吗？他不用吃吗？不用，他还没放屁。他实在搞不明白，这放屁和吃饭有啥关系啊？他可以一边放一边吃呢。算了，大当家的事儿啊，他还是少管。冯明更难受了，身体止不住抖动。沈桃终于回过味儿来了，这老爷们儿是想撒尿啊？想小姐是吧？我帮你。冯明听了这话，羞愧的都快要自杀了。但沈桃是谁啊？他是一名医生，直接把冯明吓得哇哇大叫，表情都变形了，好像沈桃是那个老流氓。叫了一会儿，他不吱声了，脸红的要滴下血来。沈桃肉眼可见地上淌出黄汤子，哼，上火了呀！冯明羞愧的紧闭双眼，只要没人出声，尿裤子这件事就没发生过。大奎，你过来，你去找条裤子给里面那个人换上。一进门，大奎差点没吓晕过去，地上扔着一个血淋淋的布团，里面不知道包的啥。而昨夜抬回来的那个男人，肚子俨然已经平了。这还用想吗？肯定是大当家把他的肚子给剖开了。大当家真狠啊！老当家让他们手上沾血，然后杀了个野兔给他们每人抹一下。可现任大当家他不一样啊，有肉票他是真折磨啊。大奎从沈桃房间出来后，火速逃回了房间。大奎啊，你这是咋了？兄弟们，吓他们死我了！你们知道大当家的怎么处理那个肉票了吗？怎么处理的？大当家他把人的肚子给割了，血呼淋拉的。那小子是真惨呀，因为太疼了，都疼尿了。啥？大当家为啥割人家肚子啊？还能为啥？肯定是人家打这个肚子，他觉得有趣，就剖开看看呗。呀，别说了，我都起鸡皮疙瘩了。冯明他家现在已经闹翻了。妹妹啊，你可别哭了，在我的地盘上，谁敢不长眼的绑架明儿，他是活够了啊！你放心，哥哥已经派出大批人手排场，务必把明儿全虚全影的给你带回来。妹妹，来，快吃口猪蹄儿。你瞧瞧，你哭了这么久，人都瘦了。哎呀，哥哥心疼啊！哎呀，哥，你不要动你县衙里的人。听这两个没用的下人说，明儿啊是被人绑票了。县衙的人要是到处去巡查，那些匪徒肯定不敢来送信。到时候他们一狠心，再把明儿给……哎呦！好，我这就把人都撤回来，把围着你们冯府的人也都弄走。哎呀，你也走！冯家人被小石子惊动，看到了那张纸条。夫人，绑匪送信来了啊！快给我看看！哎呦喂！哎呦，我的明儿原来是遇到名医了！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夫人，这怕是绑匪的缓兵之计吧？不能，我儿子的字儿我了解，你瞧瞧他最后面那个签字，尾巴勾成一个心形。明儿开心的时候啊，写字就这样。夫君，吃出蹄子呀！今日莫非是夫人高兴？算了，卖他一个面子，吃了吧。冯明肚子咕噜噜的叫着，沈桃就像没听见似的走了。是我肚子叫得不够响亮吗？沈桃出门转了一圈，他就奇了怪了，这些人看见他好像恭敬了很多呢。不错，他们肯定是通过我朴实无华的外表看到了我的人品，我是用人品感化了他们呀。人品个屁，人家是害怕你割肚子好吧？你外表那么好，谁能透过去看到你的人品呢？来个人呐，来扛米啊！你不要命了？你喊那么大声干啥？老六啊，
今天你不在，大当家可是把那个肉飘的肚子给剖开了。他还说了啊，谁大声说话就捏死谁。你刚才打哪儿来啊？哎呀，这不刚从茅坑出来，就碰见你呜呜喳喳的吗？你手很味儿，你不知道啊？确实有点味儿。哎呦，我说老六啊，你别在意那些细节。就把事情细细讲了一遍。比变态，他真是比不过大当家呀。喂，你排气了没？何为排气？就是你手术过后放屁了没有？这什么姑娘啊？一天天就关注撒尿放屁这点事儿。没有就不能吃东西，啥时候放屁啥时候吃。你放屁才能吃东西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哼，我冯明有种，就算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。对了，昨天晚上他教了众人一个字儿来着，他要验收成果。来，全部人听着，到这边集合。来了，这是要考我们字了啊！原本还记得黑这个字的大框，今天让妈颠了一天，连大框都忘记了。大家都听好，以后我喊集合，你们就像这样站成2排。来，把黑字给我写一遍。黑咋写来着？哎呀，黑怎么这么难呀？53个人一个个侧起来，全军覆没，在场没一个写出来的。法不责众，全打一遍，明天连干活的人都没有了。决定换一个惩罚，大家跟着我学啊！顾客，欢迎光临。鲁奇，你喊一声给我听听。顾客，欢迎光临。哎，顾客欢迎光临这几个字儿，你喊出了小子拿命来的架势，声音要柔软。顾客，欢迎光临。那个林字的音调一定要上扬，要轻快，要婉转，要让人如沐春风。来，大家都练习一下。足足练了1个时辰，沈桃选了几个喊得比较好的人。你们10个人，明天天一亮就跟我走。刘婶，你们今夜用树枝做30个圆环，固定的结实一点，要这么大。沈桃沾枕头就打起了鼾。这姑娘真是干最野的买卖，打最响的鼾呢。这些鸟可真是讨厌，叽叽喳喳叫个没完。你们给我等着，早晚把你们抓住，打了鸟毛烤来吃。老六叔，我今天要带人下山，我屋里那个人劳烦你照看一下，你勤问着点，他要是放屁了，你就弄点米汤给他喝，要是没放屁，不能给他吃，知道不？我中午就能回来，麻烦你了。大当家，我们去山下是干嘛呀？咱们要在山脚下做买卖，得采购点东西。还记得昨天晚上我教你们喊的欢迎光临吗？以后都能用得上，你们要没啥事就练练。沈桃买了些针头线脑、豆腐、青菜、糙米，还割了几斤猪肉，林总总的20来样东西。哎呦，大当家，够了。行，先就这么多，走，咱们找块空地，你去那边折2根带叶的树枝，把这里扫一扫。刘婶，昨天晚上你做的圆环呢？我今天就要套到那块肉，给我家开个荤。你净说瞎话，你有那准头啊？我看的是我套中，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什么意思？我没看懂，怎么肉就是你们的了？这个摆摊的好生有趣啊！你们看到地上摆的东西了吗？2文钱一个环，对着这些商品扔出去，套中哪个东西你就能免费带回家。众人瞧了瞧地上的东西，最便宜的是针头线脑，那也得好几文钱才能买到。要是自己手气好，真套中了，这不就省钱了吗？婆娘回家肯定夸呀。你这人，我刚6文钱买了套3次的机会，还没套呢，你抢什么抢？这么靠前干什么？往后退点，我要去画条线。你站在线后面扔，手也不能过线，过线不算。这么靠后，还能套中吗？我脚本生意讲的就是规矩，离这么近我还用你套什么？我全送给你算了。哎呀，你们前面的人快点套，别耽误我们后面的人拿肉。靠，虚晃老子一下，你倒是扔啊，犹豫什么？废柴呀！要是我，那块豆腐就拿定了。再给我来3个环，我不甘心。不好意思，一人最多3次机会，讲完再去后面排队。套圈队伍足足排出去20多米，男男女女都参与进来，吩咐他们照原样再买2份，再起2个摊位，每个圈收2文钱，拢共进账2534个铜板。除去被套走的东西，净盈利1130个铜板，1两银子多些。老六，等我一会儿，我也去瞧瞧那个肉票。2人掀开冯明的衣服，看到那被缝合的伤口，打了个寒颤。哎呦，真变态呀！不仅割了肚子，还像缝衣服似的给人家缝上了。这小子也真命大呀，都伤成这样了，还吊着一口气儿，还能尿一裤兜子。
求好汉给了条裤子。你没晕呐？你小子命真大。哦，对了，你放屁了没？我要裤子，和放屁不放屁有关系吗？行，这一山头人的脑子都有那个大病，不放屁不给吃饭，不放屁不给裤子，这是什么道理？早上还真的放了屁，本来呢他不打算说出来，可这两人实在太过分了。他为了一库之尊，老老实实把放屁的事儿交代了。哎，不对，我不是要喝米汤，我是要裤子，裤子，我要裤子。卢婶、刘婶、大奎等人就急待地向众人吹嘘了今日做生意的盛况。你们不知道啊，我就打了个样，大家都急得到身后来排队了。这到底怎么玩的呀？哎呀，咱们也有东西啊，你给我们演示一下。有话就说。头啊，冯家这票钱咱能不能少要一点啊？老六叔不是把抢劫致富当成人生目标吗？他怎么忽然提出少要钱这事儿了？你把人家那样了，孩子没少受苦，他都遭了那么许多罪了，回头再要那么许多银子，咱们有点过分凶残了。用老当家的话说，这叫不讲江湖道义。哎呦，没想到老六叔还有这样的觉悟。既然老六叔都这么说了，那就给老六叔一个面子，让他在这里再将养2天，就让他下山。山虎，家具都是你打的，我看做的很不错，我想做这些东西，你看你能行吗？大当家，交给我，保证能完成。山虎，你是个好样的，等咱们黑风寨走向正轨，我一定好好的奖赏你。谢谢大当家，谢谢大当家让我表现。好啦，吃饭吧，吃完饭今晚还有事安排。集合！今天咱们黑风寨的人在山下赚到了一点点小钱，这事儿大家都知道了吧？知道了。好，卢婶、刘婶出来，你们2个明早带上一个结实一点的老爷们儿，继续去早市摆摊，只是不做套圈买卖了。大当家，套圈多挣钱呢，为啥不做这个买卖了？套圈的生意明天就会有很多人模仿，没法做了。一会儿大家散开后，你们俩来找我，我教你们一个新的法子。大奎，大当家，大奎，你选几个能说会道的人和你一起下山，就在咱们山脚下支一个摊子，卖咱们今天晚上做的孔明锁。还记得顾客欢迎光临这个喊法吗？明天记得用上啊。明早我和你一起去，给你们做个示范。今天晚上帮山虎的几个人，明天继续帮山虎做孔明锁。山寨剩下的人由鲁奇统一分配，担负起做饭、砍柴、摘野果这些活计。目前咱们黑风寨还没有正经的来钱渠道，所以大家都辛苦一些。每一个人的劳动都值得尊重，但凡让我知道你们互相之间瞧不起、勾心斗角，他们害怕的一哆嗦。要是他们勾心斗角，大当家怎么对付那个肉票？说不定就要怎么对付他们。知道了，大当家。好，大家辛苦了，都回去休息吧。大当家，我干啥呀？你这几天就专门照顾那个肉票吧。我都替他求情了，还让我照顾他，真是美死他了。老六叔，这一次我误打误撞把他肚子弄平了。虽然咱们不管他家里要赎金，可他们家不能不懂事吧？你好好照看他，回头肯定有好处。所以你的任务非常艰巨，是他们都不能比的。好，就听你的，大当家。卢婶，以后咱们黑风寨做买卖，少不了需要一个泼辣的人撑场面，但这个泼辣的人说不定会遭人唾弃，但是钱肯定能实打实的赚到口袋里。你愿不愿意当这个角色啊？那有什么难的？只要钱进了口袋，他们说什么与我何干？你回去和鲁奇商量一下，他要是同意了，你明天就去；他要是不同意，咱们就另寻他法。这有什么商量的？他要是不同意呀，我就反正他手断了以后，他也打不过我。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还觉得自己是君子，没想到偷听人家说话啊。你们说的那么大声，我想听不到都不行，不是偷听。还有力气争论，看来这人好着呢。喂，我家还有点银钱，这次我要是真的好了，我给你一些钱吧，或者合伙做生意也行，反正我也不喜欢读书。没人应他，鼾声响起来了。睡，你睡就好了。卢婶，如果是特别穷苦的人买你们的果子，就偷偷把钱还回去，听到了吗？茶水，免费的茶水喽！客人可以在这里免费歇脚。茶水，免费的茶水，还有给孩子玩的有趣的小玩意儿啊！出门在外，回去给孩子带个小玩意儿回去，孩子肯定会非常高兴的。而且我们这小玩意儿还能锻炼孩子的心智，让孩子更加聪明。叫人啊！顾客，欢迎光临。爷，这摊子虽然小，但是人都有趣极了。客人是给家里小孩子看的是吧？你瞧瞧这个。我当是什么好玩意儿，没想到就是这么个圆球，这东西硬邦邦的，拿来把玩都嫌硌手，你还大言不惭地说能让小孩子更聪明。客人，这可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木匠造出来的，我机缘巧合之下才得，
我不眠不休2天才把它组装起来。你现在看到的可是组装出来的成品。这样，我把它拆开，你要是当着我的面装上，这东西我分文不取，我白送给你不说，我还跪地磕头叫你3声爷爷。条约，你让人瞧不起了呀？爷，你就瞧好了吧，这个白姑娘语气好声大，我这就让她知道天下能人多的是。喏，你装啊。这还不简单？一连试了10多次也没能成功。条约，拿过来给我看看。这个完整的给我家爷看看。茶水，解渴的茶水免费喝。出门在外，给家里的小儿带上一件可心的小玩意儿吧，能让小儿更聪慧呢。哟，这不大的摊子前竟然还有另外一辆看起来比较豪华的马车呢，卖的什么呀？顾客欢迎光临，来这边坐，歇歇脚，茶水免费。当真是免费？放心吧，客人，当真免费。我们爷说了，你要是能组装上，我们就买一个。不过几个喘息的功夫，一个圆球又出现了。慢点儿，我没看清，原来竟是这样，妙极。我们爷说了，这孔明锁设计得很精巧，这就好比做成一件事，必须要一步往后想几步，甚至有进有退，确实能让小孩受益，让其聪慧。这东西正好，我们家主子说要买上5个，带回去给家里少爷小姐们把玩。这个白姑娘多少钱一个？这是孔明锁，200文一个，5个就是1两银子。这么贵啊？几个木头片拼起来的东西就要卖200万？你抢劫啊！条约，设计这东西确实花了巧思，制作起来也费心费力，如此好的玩意儿值这个价钱，给钱吧。大奎等人都激动疯了，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东西这么值钱，轻轻松松的1两银子就到手了。啊，做生意这么挣钱，他们还绑什么肉票啊？哎，我也要一个。甚好，甚好啊！大当家，你听听，全卖出去了。按照你说的，这穷苦人的钱我没收，可是这3背篓的野果也卖了200多个铜板呢。婶子，疼不疼啊？不疼不疼，大山也没真下手。他拽着我头发往地上磕的时候，其实用他的手垫着呢。这要真说受伤啊，他比我伤的可厉害呢。再说了，头些年我和鲁奇总是干架，他每一次打我可比这狠多了。不过这2年好了，尤其是经历了这场灾荒，他反倒是会心疼我了。你别说这些了，咱们还是商量商量明天买些什么吧。买豆腐啊？大叔，我就是想问问，你这豆腐怎么剩了这么多呀？是生意不好做吗？是你？都是苦命人呐，不妨和你们说吧。西边3个州县临近大月河，大月河春汛把那边百姓的家都给冲没了，成了一片汪洋，灾民四处流窜，不少都来到咱们这儿，上头下令让官府放粮，那点存粮都耗没了，边关又吃紧，处处要粮。这不秋收将至，税粮比头年又高出许多，豆子价格涨得厉害，跟着我这豆腐啊也不得不涨价呀。大家宁可攒钱买块肉吃，也不愿意吃豆腐了，觉得吃涨价的豆腐吃亏呀。我这每天的豆腐啊越做越少，每一天都卖不完，这都砸手里了。为了做这个豆腐，我年初还借钱囤了点豆，现在豆腐卖不出去，儿媳妇又眼看生了，欠的钱也还不上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老汉口里的灾民正是黑风寨这伙人。看来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呀。我站在你豆腐边都能闻到豆香味儿，可见你这豆腐做的不错。这豆腐你是怎么卖啊？我要是多买一点，你能给便宜吗？那是，附近这块啊，大家都夸我豆腐香呢，多买。你要买多少？昨天我也买过豆腐，这巴掌大的一块要3文，2块5文。我若是买300块豆腐，你要多少个铜板？300块。你要是买300块豆腐，我一共收你600文。好，大叔，你也是个实在人。这样，你带我们去你家看一看，咱们再签个合约。我先付你400文，明早你把豆腐给我，我再付你剩下的200文，可好？走，你们跟我来。老婆子，来客人了，快来倒水。大叔，你家有纸笔吗？咱们签个合约。这是从买豆腐的文人处讨要的，已经用过了，不知道行不行啊？他写个合约，李老汉又不认识啊，说不定还以为自己要诓他。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更何况这家人看起来老实巴交的。大叔，合约就不写了，这400文我给你做定金，明早你推车到早市门口，把豆腐交给我们的人，我再把另外的200文给你。他劲儿可真大，不磨豆子可惜了。瞧见没有，
我这劲儿能一拳打破人的脑袋。要是你们不按时交货，坑了我的400文，别怪我找到你们家讨债。我们都是本分的生意人，那不能。大当家，你劲儿可真大，那儿子被你吓坏了。哎，大当家，你买300块豆腐，肯定是有主意能全卖出去是吧？啥主意啊？能和我说说吗？走，去卖成衣的布中。伙计，麻烦给我拿1匹这个麻布。这1匹麻布做一家人的衣服尚有余，400文也是很划算的。伙计，我看你们这里还卖成衣，那些裁下来的边角布料还有用吗？我想买点。啊，我这里边角料多了，我拿给你瞧瞧。这一袋子我要是都要，得多少文？你要是全要了，就给我15文吧。大当家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把这2个孔明锁卖完，我们也回。好，我们先上去，你们尽快。哎，就你能哟，我还靠那1匹布呢，也没见有人心疼，我命苦啊！大山，你打我媳妇儿，你给我站住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你手都坏了，我可不跟你一般见识啊！呸，手断了也不耽误我用脚踢你。乖，再喝一口。我说了，我不喝了。不喝不行，你必须喝，必须赶快好起来。妈的，老子不想喝稀汤尿裤刀，你非要给我喝。我进来了。桃儿回来了，你快进来看看，我把这人照顾得可好了。老六叔，你对好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啊？还是得赶紧把风鸣送回家去，让他娘老子养吧，再放到黑风寨养下去，他不饿死了也得尿裤子把自己冲丢了。这几天啊，屋里都有股尿骚味儿了。我扶你起来活动一下。他肚子还没长好呢，怎么可能站起来？万一肠子掉出来了呢？我没劲儿，真的没劲儿。现在没人帮你了，你慢慢走回到床边，我再扶你躺下。啥玩意儿？自己走回去啊？走，别管他了，咱们去看看山虎做孔明锁的进度。哎，别扔下我！你们都是坏人，你们就会看我笑话。在山虎的带领下，8个人大半天就做出了30个孔明锁。嘿嘿，大当家，山下的兄弟们卖的怎么样啊？放心吧，我刚上来的时候卖的就剩下2个了。你们猜猜，这东西多少钱一个卖出去的？20文，是200文。乖乖，他们做的东西竟然这么值钱，而且还真的有人买啊！兄弟们，还歇啥呀？继续干呢！歇一会儿，我再画个东西，你们看看能不能做出来。喏，你们看出来了，这游戏2个人能玩，多个人也能玩。山上要是有颜料就好了，就能分出各自阵营。我知道了。大当家，我们常在山里跑，这几种花根本碰不到，弄到衣服上怎么洗都洗不掉。咱们捣碎了染色可好？可有毒性？没有，这些都是山间最普通的花，无毒的。我小时候还把花揪下来吸后面，有股淡淡的甜味呢。无毒就好。鲁奇，谁喊老子？吓了老子一跳！鲁奇，大当家，你找我啥事啊？鲁奇，发动黑风寨所有的人，咱们去山上找野花或者野果，无毒的，要能染到衣服上颜色的。黑风寨众人，无论男女，现在往后山走，咱们去找野花或者野果，无毒的，能染到衣服上颜色最好。3人一组，互相照应，太阳落山之前必须返回来，听到没有？你们管管我呀！你们别走啊！走，老六叔，咱们回去。就回去？颜色还没找够呢，说不定别人那里找到了，晚上还有晚上的事呢。只因这个时节开的野花不多，更别提能染色的野花了。你们一个个的完蛋玩意儿！那也不是我们想的呀，山虎哥已经把那2种能染色的花拿回来了，我们真的找不到呀。哼，你小子还敢顶嘴？你瞧瞧你那张嘴，你又在山里偷吃什么了？嘿嘿，可好吃了，你要点不？大嘴兽，把你果子给我行不行？大嘴兽眼里有芥蒂，他摘回来吃的呢，他不想送人。算了，谁让他是大当家的，还是会割肚子那种大当家的。给你，都给你行了吧？大嘴兽，再过几天我买肉回来，保证让你吃个饱。你说的，你可不能反悔。哼，让你这么难伺候，明天就把你送回家，尿你的高床软枕去。老六叔，你这衣服掉色挺厉害啊。桃儿，我说桃儿，老六叔始终是支持你的，站在你这边的。老六叔支持你，你可不能拆我的台啊！老六叔这就1件衣服还打了补丁，你要是拿走了，
老六叔就没衣服了呀？你瞧瞧，我这布买回来了，今天晚上我就让人给你做件衣服，保证你明天一早就能穿上新衣。说话算数。算数。老六叔，快找个婶子帮你裁一裁，要不你明天就没衣服穿了。瞧瞧，新料子做新衣服喽！媳妇儿，媳妇儿。沈桃得到了老六叔的衣服后，赶紧泡水，准备染棋子。棋子果真上了颜色。大当家，我回来了。你们听见声音没有？听见了，那是铜板的声音，声音闷闷的，肯定有不少。你们说大奎能卖出去多少啊？至少有500文。开饭了。今天还有面饼子，好几年都没吃过白面饼子了。像这样的会，咱们以后每天晚上都要开。以前咱们穷，没地种，也没有本钱做生意，所以你们在我爹的带领下成了匪。算了，以前的事我就不追究了。可现在不同了，我们能在山下的市集里赚到钱，还能卖木头做的东西赚钱，我们为何要抢钱？不就是因为没吃没喝？现在我和你们说，只要咱们都好好干活，白面饼子以后每天都有。今天的饼子掺了野菜，过阵子就不掺野菜。今天是每人1个，过阵子让你们随便吃到饱。所以你们是想干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缺德事儿，还是想踏踏实实赚钱，好好做人？踏踏实实赚钱，好好做人。大声点，我没听到。踏踏实实赚钱，好好做人。目前咱们黑风寨的人分成了5组，第1组是卢婶、刘婶、大山的集市组，第2组是大奎等兄弟的服务区组，第3组是珊瑚等兄弟的木匠组，第4组是鲁奇等人的后勤保障组，第5组呢是老六叔的财务组，他还兼职照顾一下我屋里那个兄弟。每个组推选出1位代表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工作。好，第1组开始汇报。我是那个集市组。今天我、刘婶、大山兄弟3个人在山下售卖野果。早上我们演戏，你们也看见了，在早市上大家都可怜我，把我的野果全都买了，一共赚了232文钱。我这手里面还有32文，另外200文付了豆腐的定金，打算明天在早市上卖豆腐。232文，就那些咱们天天吃的野果真有人买？我的亲老爷呀，以前我也去我们本地集市卖过野果，压根儿没人买。那是你方法没用对，大当家昨天指点了一下，这不全卖出去了吗？好，卢婶回去，该第2组了。大奎走出来，像我一样面对大家，肩膀挺直，大方一点。我和6位兄弟在山脚下卖孔明锁，我们靠免费的茶水吸引客人。我发现啊，来往客人都有买点东西带回去的想法，只是有的客人瞧了一眼就会说，你们卖的东西这么少啊，若是东西种类多一些，我想我能卖出去的东西更多。兄弟们，是不是啊？就是。那你们到底卖出去多少啊？400文。就那些木头也能卖到400文？过路的人真有钱呐！集市卖了200文，他们又卖了400文，这一天就进账了600文。我的个乖乖！不是400文，是4两银，一共4000文钱。哎，都是高兴的事儿，大家别哭啊！听大当家继续说话。我们几个兄弟，今天就在家里做孔明锁，今天一共做出32个孔明锁。大当家又教了一个跳棋，一会儿我再带兄弟们干一会儿，再赶制出几个来。明天就能让大奎兄弟卖。现在该我们组汇报工作了。咱们黑风寨一共有53个人，以前大家都是一起劳动的，现在干活的人只剩30几个，挑水、捡柴、浆洗衣物、提水、晾晒野菜和野果，为冬季做准备。工作量虽然比以前大，但是还能忙得过来。好，你们辛苦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下山采买粮食也要交给你们，要做的事情会越来越多，每个人都有机会表现。大家不要着急，以后每天的进账出账都要告诉老六叔，以后每7天单独召开一个财务会议，让老六叔单独汇报。好，散会。大当家，明天这个豆腐该怎么卖啊？300块豆腐，咱们卖得完吗？卢婶，你去把那些碎布头拿出来，顺便再拿个梳子过来。明天卖豆腐送碎布，那些带不起发饰的女人自然趋之若鹜。卢婶，你把头发打散再梳通。卢婶，你去打盆水自己照照，或者问别人好不好看。卢婶儿，你这头发怎么弄的呀？真好看。我婆娘可好看了。你先睡吧，我今晚还要和大当家学编发呢。大家相互梳头发，练习编发。沈桃又交代了卢婶明天的话术。沈桃把想要的样子画在纸上，递给珊瑚看。拖衣板实在是很简单的东西，珊瑚只看了一眼就明白了。大当家，
这东西简单，今天晚上我们能做出不少。珊瑚，明天白天还要继续干活，所以晚上做几个就行了，别太熬。和我聊会儿天能死啊？哎，就是挺鼾声入睡的一天。这东西是干啥用的呢？莫非是挠痒痒？你给我拿一下，我试试。哎呀，不解痒啊，还是手挠的痛快。那能是干啥用的？要不问问大当家？都起来啦！啊，大当家，这东西是干什么用的？洗衣服的。洗衣服？这怎么洗啊？哦，原来是洗衣服用的。夫人们冬季都是用手洗衣服，以前我娘一个人要洗一家的衣服，手都搓破了。要是早有这个东西，我娘就不用吃那么多苦了。就是，大当家，这东西要怎么卖？就卖20个铜板吧。20个铜板，这么便宜啊？路过的人有的家境富裕，也有的家境普通，所以有的东西卖得贵些，有的东西就要卖得便宜一些，大家才都能买得起。对，这个定价很合理。对了，大当家，你和我们一起下山吗？你们先下山，我稍后带人下山，还有别的事情布置。跳棋的玩法你们已经搞通了吧？把跳棋先放到茶桌上，让免费喝茶的人也玩一玩，他们玩上瘾了才会掏腰包。好嘞，大当家，那我们先下山了。哟，老六叔穿新衣服了。哎，好说。老六叔，一会儿咱们把冯明送回家去，你找几个兄弟，咱们把马车抬下山。哦，对了，还要带些柴刀和铲子，还有那匹布。带布干啥？莫非要在山脚下找人裁衣服？他有点不开心，别人也有新衣服的话，他还显摆个屁呀！不过桃都已经发话了，他也不能反驳。啥情况？要把我抬到哪里去啊？沈塔，喊我干啥？你让人抬我，要把我弄哪儿去？当然是送你回家呀。他身体还没有完全好，待在沈桃身边才是他认为最安全的地方。这要是回了家，他又不舒服了怎么办呢？我不回去，我要待在这里，我不走，我就要在这儿。沈桃，你别送我走，等我好了以后我给你钱，行不行？哼，把你送还给你老娘，你老娘也会给钱的。把你留在这里，还得专门派人伺候你，人工不要钱的呀。你还是回家去吧，要你的高床软枕。大奎的摊子走这里，我一个棋子已经进了你的阵营，哎呀，就差一个子儿，就让你赢了。承让，不得不说，小兄弟你这个跳棋非常有趣，你是不是卖呢？给我来一个，我正好去看望友人，可以与他对弈。大当家来了，你继续吆喝吧。你们几个拿柴刀的多砍些树枝回来，你们几个在这挖坑，我要盖个茅房。盖茅房在这里？沈桃昨天就发现来往的行人中有女客，对男人来说，只要不抬头，遍地都是茅楼，女客则不行啊，就算尿急也得硬忍，等到了没人的地方，钻进树林深处才能放心解决。那麻布竟然是给茅房穿的，刚做好的新衣服忽然就不香了呢。大奎，买了东西的客人可以免费上茅房，若是不买东西只想上茅房，需要交2个铜板。客人走了以后，你们要进去检查一下，如果有脏污及时掩埋，听到了吗？哼，上一次茅房要2文钱，谁会花这个冤枉钱啊？缺心眼儿啊！老爷，前面有个卖东西的摊子，还支了个茅房呢。茶水，免费的茶水，客人下车歇歇脚吧，有免费的茶水可以喝。客人欢迎光临，让我们的人替您牵着马车，您坐下喝口茶吧。这是何物啊？客人，这叫跳棋，规则很简单的，反正您这会儿正歇着，要不咱对弈一局。这跳棋啊，可以好几个人一起玩，人多更有意思。我再叫2个人陪玩怎么样？兄弟，不瞒你说，我家中有小儿，你这棋卖不卖？怎么卖的？这位客人，不瞒您说，我们不仅有跳棋、孔明锁，而且还有新的玩意儿会陆续上市售卖。您要是单独买一副棋，我们这么多人守在这里做生意，价格自然要贵上一些，得卖到200铜板才稍有赚头。可您要是一次性买它50副，我们走量，薄利多销，可以卖你80铜板一副，一次性买100副以上，我做主，价格能给你优惠到50铜板。你想想啊，这跳棋规则简单易上手，趣味无穷，适合消遣，绝对不愁销路。这么有销路的东西，不久之后肯定会有人模仿。您在此之前售卖，绝对能抓住这个时间差赚上一笔。等到您赚了这一笔，我们的新品也上市了，您又可以抢占先机。您说是不是？行吧，小姑娘，你确实能做主。客人，他是我们的，我是他们的头。我定300副跳棋，多久能交货？3天。好，就3天。不过咱们要签个合约，有些事儿得在合约里写清。300副跳棋，3天交货，一共15两银子。我先付你5两定金，剩余的10两交货时付清。我这个跳棋要拿到罗天州去卖，所以合同里得注明
你不可给其他罗天州商人供货。当然，灵脉我管不着，还有新货上市时优先给我供货，可好？他没想到这个世界的商人已经有了区域保护的想法。黑风寨要做大做强，必须要有口碑，才能吸引更多商户，达成共赢。我到旁边的县城先住下，3天后还是这个时间，咱们在这里交货，可好？一言为定，合作愉快。小姑娘，我可否借用一下茅房啊？小本经营，上一次2文钱，概不赊账。好，2文钱你收好。靠，好打脸呐！大奎，合约你收好，叫兄弟上山通知山户，让他们把孔明锁的事情放一放，抓紧时间做跳棋，人手不够就让其他兄弟帮忙，3天300副，必须完成。我马上要去山下看卢婶他们，你可以学着我的样子向商人推销，要注意啊，推销的时候问清楚他们要去哪个地方售卖，一个地点只能大批量的给1人供货，听到没有？风鸣躺在车厢里，心情很低落。过了几天集体生活，他感觉自己已经爱上了。忽然让他回家，一方面他是觉得不安全，另一方面觉得有点失落，好想和他混啊！老爷夫人，老爷夫人，老爷夫人，有事说呀，你光喊我俩也没用。就是，老爷夫人，少爷的马车回来了。少爷回来了。夫人先请。儿子，我的儿啊，你怎么瘦成这样了？是不是在外面没有猪蹄子吃啊？以前咱们娘俩根本抱不住，肚子互相顶着，现在竟然能抱上了，你吃苦了呀！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前几日小儿来信说遇到了神医，替他解决了顽疾，现在一看果然不假，神医真是医术高超。请问这位小姑娘，神医与你们一同来了吗？神医不是在你面前站着呢吗？贵公子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我们便将他送回，并收取诊金。对，诊金是要付的，快进来。本夫人，贵公子的腹部有伤口，月余才可以完全康复，每日需下地走一小会儿，但不能时间过长，饮食上清淡为宜，可以熬些滋补的汤给他进补。我手里这包药，每日3餐后喂给他，若是他有不适，可派人去城外15里的摊子前寻我，每顿饭后服用这么多就行，异常昂贵，小心保存。小姑娘，诊金几何呀？200两。200两？我就值200两，你就不能多要点吗？我在他眼里就那么不值钱吗？莫非是要多了，拿不出来？不能够啊，我是按照老沈绑票的价位定的呀。愣着干嘛？快拿钱呢！完犊子了，要少了，感觉亏了1个亿。老六叔，走，咱们去周家。去周家？桃儿，你不是说了吗？咱以后不绑票啊，就别去周家了吧。咱们现在能赚钱了，以前从周家拿的钱自然要还回去，否则背着这个污点，咱们黑风寨一辈子抬不起头。桃儿说的对，这钱必须得还。老六叔，你牵着马车去一边等，这钱我亲自去送。桃儿，你注意安全啊。大叔，啥事啊？有人委托我把这个送过来。这次莫非又有信？你别跑，谁让你送信的？你和我进去说清楚。夫人，又有人来送信了，这次我把他给抓住了。夫人，又有人来送信了。姑娘为何来送银票？这位夫人，我在这附近被人拦下，委托我把篮子送过来，就篮子提着轻巧，那人言辞也恳切，我就答应帮他这个忙。更何况他承诺给我3个铜板，这么轻巧的活不会有人拒绝的。倒是麻烦姑娘了。既然东西已经送到，我就告辞了。家中还有很多杂事等着料理。夫人，小柔，去拿5个铜钱给这个姑娘。她虽是受人所托，可东西终究是送到了咱们手里，该有的礼数不可少。本末是娘，哎呀，你应一声，娘就自己开门了，怎的要你亲自来开？娘，你找儿子有何事啊？本末，你瞧，上次有人提了1篮子果子上门，果子下压着欠条，这不，不过今天有一个小姑娘送菜上门，青菜下面压着银票，说我想的不错，应该是上次那些劫匪还的钱。本末，你怎么看呢？一个女子送来的，可有问过她姓名，家住哪里？那女子说是有人委托她送来的，故而娘也没有多问。莫非你觉得那女子有问题？娘这就去叫人跟着她，她很瘦而且很白，极好辨认。娘，既然他们把钱送来了，这件事就算作结束，您莫要忧心了。粉末，既然如此，那娘就先出去了，天气凉了，你尽量不要出门，多休养，有事儿啊差人去叫娘就好。公子，若不是属下上次去送信，您也不会落在歹人手里。属下怀疑绑您的人跟京城有关联，属下这就去查探那女子的下落，若她真和京城内人勾结，我一定不会放过她。陈强，
你不用这么紧张。不过这些人也着实有趣，绑了我要了钱，但隔天又送来欠条，这才几天的功夫啊，还真筹了钱送回来。感觉他们和京城关联不大，否则就不会把我放回来，趁我病要我命，这不正好吗？陈乔啊，你要是不放心，去看看也好，切记隐藏好身份，别惹出祸端。夫人说来送信的姑娘很瘦很白，极易辨认，的确好辨认。早市上人头攒动，才看到卢婶和刘婶。桃儿，你终于来了，这下可怎么办呢？大家都在吆喝，他们根本就不过来呀。卢婶他们摊位旁边还蹲着一个老实巴交的大哥，大哥面前呢放着2只蔫了吧唧的野鸡，他不会吆喝，他急得用手直挠地。沈桃走过去，在他面前蹲下说了几句。那能行吗？你只要表现得凶一点就行。那我试试。大哥，对不起了，咱们开吵吧。我怎么就占着你的地方了？这早市谁来的早，谁占到地方就算谁的。不对，我早上在这儿摆了块石头，我出去拿个东西的功夫，你就把石头给搬开，把这地方给占了。石头？你说石头是你放的就是你放的，要不你把石头叫过来，问问他有没有这么回事儿。你们来给我评评理呀！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？我昨天也是来早市上卖东西，卖的是野果，大家都可怜我，都给我买走了。大夫就说我婆婆的病需要1味很贵的药才能治，可是我真的没钱的。这不，卖豆腐的大婶家里出事了，不能出摊，就让我来替他卖豆腐。他说了，要是我能把这豆腐全卖出去，就给我20文钱当酬金。早上我和姐姐来这里占地方，可是这个大哥他偏说我们把他的地方给占了。哟，我认出来了，这个小妇人昨天被她男人打了一顿呢，就在这早市上。啊，是你啊！你昨天把野果都卖光了，你家男人回去又打你了没有啊？哎呀，你那男人真不是个东西。哎，就是的呀，这女人为了给婆婆看病，抛头露面出来做生意，她不感激就算了，还动手打人，这就不是个愿意好好过日子的主。反正我也要买豆腐，要不我就在你这里买了。怎么卖的呀？3文钱1块，旁边的摊子也卖3文钱。哎呦，要不你便宜点。妹子，我这是替别人买的呢，人家的定价就是3文，我做不得主的。不过我这豆腐好吃不说，买豆腐还送东西呢。你们瞧瞧，这布编的头发里多好看的，只要买豆腐就免费送碎布，这样式可多了。喏，这还有彩色的线团呢，要碎布还是要线团的，你们自己可以选。哎，这线团好啊，还有蓝色的。我爹有件这个色儿的衣服，前2天叫他给刮破了，我爹好面子，不让我用黑线缝，说难看，衣服上怕条虫似的。那好，我买1块豆腐，你就送给我那个线团吧，正好拿回家给我爹补衣服。这要是去绣坊买线，一团好几文钱呢，我只补1次衣服就用不到了，这不浪费吗？哎呀，彩线我想要，这碎布我也想要啊！你们瞧这大姐头发里编的多好看啊！买绢花也需要好几文，买豆腐送碎布，编进头发里比绢花也不差啊！大姐，我不知道怎么编，你能不能教我一下啊？妹子，你过来，我帮你编上。哟，感觉这张脸鲜活了很多呀，真好看呢。哎，就是啊，除了能绑这样的结，也能像那个婶子一样编在头发里，这种编法我会的，也好看。我看碎布里有好多颜色，要不咱们买块豆腐？哎，好啊，那我也买1块，我要碎布，回去给我家丫头绑头发去。我要线团，我最喜欢的衣服被刮破了，我舍不得钱买同色的线。刚我瞧见这里面呢，正好有那种颜色。哎，我要来块豆腐。哎，给我也来1块。哎，别挤啊！我已经买豆腐了，给我1块红色的碎布。蓝的，我要蓝的。哎，后面的别挤啊！我要线团，我要水绿色的线团。哎，后面的你挤啥呀？姐，我给你扎上啊。哎，好，你帮我扎，一会儿我帮你扎。哎，得嘞。西呵，感情是个女骗子，也不对，她也没骗人家钱，充其量就是煽动人们花钱的情绪，让人感觉今天买她的豆腐是占大便宜，不买就会赔钱吃亏了。等回去可得跟少爷好好讲一讲，这妮子好生狡猾呀。你头发上这个弄得蛮好看的呀，你是在哪里买的呀？这前面有个卖豆腐的，就在那儿。喏，在他们家买豆腐就送这个东西。听那个卖货的说，豆腐卖完他就要撤了，你要是喜欢就赶紧去，不喜欢碎布还能拿彩线的，这去晚了就没了。这碎布扎头发上也不错，给孩子戴也好看，彩线呢补个衣服也正好，快去吧。好，还有这么好的事儿，
我先去了，去晚了就没了，回头碰面聊啊。姑娘，买豆腐啊？我也是卖豆腐的，摊子就在那边，要不你看看我的？看我的，我的豆腐十里八乡做的最好吃。各位大哥，实不相瞒，那边那个豆腐摊子是我的。怎么，你这是来嘲笑我们呢？我可告诉你，我在这里卖了10来年的豆腐，每天就卖几十块豆腐，赚几个铜板一家花销。你要是把我的生意抢没了，让我一家老小日子过不下去，可别怪我和你拼命。嘿，你是不是要给我的豆腐下毒？你别碰啊，小心我报官抓你。最近豆子涨价，大家都不愿意买豆腐，我这人向来是有生意大家做，多个朋友多条路。要不这样，你们把豆腐都卖给我，我能赚到钱，你们也不吃亏。不过有一个条件，你们得过来跟着吆喝，跟大家说说吃豆腐的好处。只有百姓知道这东西好，未来豆腐才不愁卖，这对你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平日你们5文钱卖2块豆腐，我也给你们这个价位，保证让你们亏不了。你们觉得呢？他说的对啊，要是让大家知道豆腐是好东西，就算豆子涨价，也会有人买豆腐的。你说的是真的？那是自然。若是答应了，就赶紧数清豆腐端过来，卖完以后结账。小姑娘，不是我说啊，你红口白牙说那摊子是你的，就是你的，别豆腐卖完了你们不认账。全市场都是你们的证人，老百姓爱看热闹。要是我不付你钱，你大可以闹，让大家伙给你评评理，一人一口唾沫也把我给淹死了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，我们现在就各自清点豆腐送过去。你们就过去找那个摊主，说是一个很白的姑娘让你们送豆腐过来的，他们就懂了。告辞。各位父老乡亲，豆腐可是个好东西，我们都称它为素肉，对身体那是相当好。老人和小孩牙口都不好，这豆腐软烂，蒸着吃、炒着吃、炖汤吃，吃法多的数不完。老人吃了养身体，小孩吃了长大个儿。老人和小孩吃了身体好，莫非我们这些大人吃了没好处吗？你要说没好处，那我可就不买了。成年人吃了好处更多，大肚子婆娘吃了娃娃聪明，小瘦子吃了能长壮，大胖子吃了清肠胃，小媳妇儿吃了能变白。我家老奶奶今年都快70了，常吃豆腐，到现在满口牙都在，身体硬朗着呢。吹吧你就，小媳妇儿还能变白？你瞧着我的脸黑不黑？你再瞧瞧常年做豆腐的手白，不信你再看看那2位的手。给我来一块，给我也来一块。还有我。没多久全都卖空了。你们明天还来卖豆腐吗？来呀，必须来。那好吧，明天我再过来。桃啊，头天咱们订的300块豆腐花了600文钱，后来买碎布和馅就花了65文，相当于豆腐生意的成本是665文。今天300块豆腐卖出了900文，顺道把那个兄弟的豆腐卖干净，又赚了45文，一共赚了赚了280文钱。对，280文。桃啊，你算的可真快啊！不急，以后你们卖的多了，算的也会像我一样快。桃儿，今天的豆腐卖得很好，那咱们明天卖啥呀？